熟悉的味道，熟悉的配方。2015年9月12日，新华社旗下智库机构瞭望智库发布了一篇题为《别让李嘉诚跑了》的文章，矛头直指李嘉诚，批评他旗下的长河系撤走中国资产，称其是失守道义的行为。这篇文章一经发布，别让李嘉诚跑了这句话迅速成为舆论焦点，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讨论，也被很多人视为整肃民营经济、国进民退的一个标志性事件。那一刻，风向似乎变了，民营企业家的生存环境开始让人感到微妙而复杂。10年后的今天，2025年3月，历史的车轮仿佛又转回了相似的轨迹。国务院港澳办官网转载了《大公报》的一篇评论文章《莫天真，误糊涂》，针对李嘉诚旗下的香港长江和记集团将巴拿马等港口业务授予美企贝莱德集团的交易发声，明确指出这非普通商业行为，要求相关企业三思大意，并郑重警示其站队立场问题。字里行间，熟悉的味道扑面而来，那是一种夹杂着政治信号和道德绑架的独特配方，让人不得不停下来细细品味。大家好，欢迎来到幸福频道，我是主播李幸福。今天这期视频，我将带您深度解读这背后的故事。10年，从别让李嘉诚跑了到莫天真，误糊涂，我们究竟看到了什么？历史会再次上演吗？事情是这样的，2025年3月，李嘉诚旗下长河实业宣布以228亿美元的价格向美国贝莱德财团出售全球43个港口资产，这其中包括巴拿马运河两端的巴尔博亚港和克里斯托瓦尔港，这两个港口可是全球海运的命脉，承担了6%的贸易量，而中国的货运量占比高达21%。交易刚传出，国务院港澳办就罕见转载《大公报》的评论，直指这笔买卖漠视国家利益，甚至定性为地缘政治风险放大器。更巧的是，这事儿紧跟着巴拿马政府宣布退出中国主导的一带一路倡议，两件事撞一块儿，中国的全球战略布局顿时陷入了被动又尴尬的境地。往后的形势会更加困难。但这还不是全部。现在的中国经济形势可以用风雨飘摇来形容，经济急速恶化，内需萎靡不振，产品过剩却卖不出去，还频频遭遇国际社会的反倾销抵制。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比任何时候都需要向全球推销产品来拉动经济。巴拿马运河这样的贸易咽喉对中国来说是命根子。21%的货运量要是受阻，供应链一乱，出口再受挫，那经济引擎可就真要熄火了。可不敢胡说，可不敢胡说。可网友们却说，李嘉诚绝对是商界传奇。为啥？因为他从商一辈子，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总能在危机前抽身而退。他有句名言，绝对不赚最后一块铜板。2008年金融危机前，他提前2年抛售上海静安寺地块，套现48亿，避开地产寒冬。2013年楼市顶峰，他卖掉广州、南京等第20多个项目，套现超2000亿元，躲过库存危机。2019年香港动荡前夕，他402亿港元抛售中环中心，避免150亿缩水。2020年疫情初期，他终止170亿伦敦写字楼收购，躲过英国地产腰斩。2024年中美博弈白热化，他又以228亿美元卖掉港口资产，在供应链重构中全身而退。这眼光，网友直呼商界活传奇。我们相信，见惯大风大浪的李嘉诚对形势有着深刻洞察。看看香港2025-26年度财政赤字高达872亿港元，政府只能动薪公务员，裁掉1万个职位。而中国这边经济危机四伏，民营经济长期受压。但今年有个大转折，国家政策强烈向人工智能倾斜，这意味着中国政府不得不再次依靠民营经济的活力来突围。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批判李嘉诚的风又刮了起来。不过这次的操作有点不一样，
风头不是中央直接掀起的，而是借香港大公报之口，国务院港澳办也只是转发。这充分暴露了中国政府的两难境地，既气愤李嘉诚卖港口给美国，又力不从心。如果亲自下场批判，怕是会让本就脆弱的民营经济彻底寒心。混蛋，你姓赵吗？啊，你配姓赵？你敢姓赵？更有意思的是，网上舆论这次居然冷淡得很。中国政府的基本盘，那些战狼小粉红们竟然没像过去那样铺天盖地的口诛笔伐。为什么？经济下行，房地产崩盘，失业率居高不下，底层的小粉红们哪还有心思听这些宏大叙事啊？毕竟自己这个月的房租还没着落，谁有空去撒狗血撒鸡血啊？再说，当初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不是吹得天花乱坠，说1小时22分钟就能胜利吗？结果这么多年过去了，小粉红们看到的只是不断自打脸的司马南们，宏大叙事的滤镜碎了一地，谁还信啊？接着奏乐，接着舞。我们相信，以李嘉诚丰富的经商经验，这笔交易在达成之前，肯定是经过深入的风险评估而最终采取的行动。资深财经媒体人严宝刚表示，长和出售港口业务涉及超过1000亿港元金额，企业价值也提高10几倍，而且交易已经刻意保留利润增长最少的中国和香港的港口业务，就是为了不想被扣上出卖国家利益帽子，在商言商，中方很难指责。但最终长和也难逃被指责的命运，不仅打击港商对外投资，也使香港更难完成北京的任务。法国作家罗曼·罗兰曾说过，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认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今天的视频就聊到这儿，您如何解读李嘉诚这次的商业运作？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咱们一起讨论。下期视频我会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深度解读，别忘了点赞关注哦。我是李幸福，咱们下次见。唱戏不怕嗓门高，京东大户可不怕小，剃头的不怕脑瓜小啊，死猪不怕那开水浇啊。